Hello， 大家好。自从我们家的主卧室装上了土豆 Super 的新风机之后呢，我家里面的空气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尤其是像咱们新疆这种地方，到了每年的春秋两季呢，总会刮沙尘暴。那有了新风机之后呢，不用开窗也能让室内的空气得到净化，然后呢，也防止了外面的灰尘进入到咱们的室内，家里也没有以前那么多的灰尘了。那这款新风机呢，我使用了1个多月了，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呢，我也做了大量的测试以及对比。那么之前呢，我也专门做过一期视频来讲这个新风机到底能给房屋内的空气质量带来一个怎样的提升。那想看详细测试的朋友呢，可以去看我的那一个视频。那么在这里我就不多做介绍了。正是因为我使用了1个多月，我发现了新风机的各种好处之后呢，我准备给我们家另外一个卧室再装一台土豆 Super 的新风机。那么这个视频呢，就是我自己亲自动手安装这款新风机的全过程因为之前那个视频呢没有给大家展示这个安装的过程，以及哪里适合安装，还有一些安装过程的注意事项等等。那么在这一期的视频里呢，我会给大家详细的来展示一下。我还会把这款机器进行一个拆解让大家看一下内部的结构构造，还有它的做工工艺等等。那 OK， 咱们现在就开始吧。那这个呢，就是这款土豆 Super 新风机的这个外包装看一下这个包装真的是非常的结实，纯木箱结构的外包箱然后还有金属边框，还有这个把手。从这个包装上就能看出厂家真的是非常的实在然后这个小盒子呢是它的一个通风管的配件，上面也有支持米家 APP 的这个标志当你去快递公司收到这个货品的时候，猛地一看这个包装，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什么精密的仪器，需要这么好的包装，包装真的是非常的给力。这个拆箱的过程也非常的有仪式感。哇，这里面才是它真正的包装，外面就是一个单独加上去的一个木箱而已。看到了吧？这才是它真正的包装。这个呢，就是在墙上定位打孔用的，我们一会儿给它贴上。大家看一下。这个外观非常的简洁，属于这种极简设计。我觉得它这个设计跟咱们家这个装修非常的匹配包括它这个颜色非常的简单。这块呢就是它的操作面板非常的简洁，触摸式的。它的背面呢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密封圈，这个密封胶圈的材质呢非常软，它主要起到一个密封的作用就是不会漏风，保证咱们室外的空气要经过过滤以后才出来，不能从这个其他的缝隙中出来。这里面呢就是第1级的滤芯，滤芯的这个膜还没有取掉这个膜要装机完成之后才能取。然后呢，这个就是它顶部的出风口，做工非常的精致，每一个孔开的都非常的圆润，包括这个边角打磨，还有它的这个漆面都非常的舒服。它的这个表面采用的是哑光漆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把它拆掉，看看它内部是什么样的。它的两边各有一颗这个小螺丝，这盖子还是挺有分量的。这个就是它面板的位置这个里面隐藏了一根天线是用来接收无线信号的。这里就是开关面板的里面这面然后这里是吸铁，就是用来跟这里和那里进行一个吸附贴合。这里是它的一个标识名牌。这款新风机的最大分量呢是每小时400立方米最大分贝值是42分贝，分机最大功率90瓦，辅热功能最大功率800瓦。咱们来看它里面这一层的漆面也是磨砂的。把这个滤芯取出来，这个滤芯呢是3M 提供的把滤芯拿掉呢，就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的这个辅热加热器。然后看它这一圈蛋壳的海绵是为了隔音降噪，咱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做工也是非常的规整。然后它的外面这一圈呢是 EPP 材质就是猜到这里呢，我可以猜测它的整机内部都是填满了这种 EPP 的材质。好，咱们现在把这个滤芯给它抽出来。这个滤芯呢，它是左右都可以取出的左右两边你只需要留一边的位置就可以了。这个滤芯真的很大。
那么这台机子一共是要用到这2块滤芯呢。大家在用新风机的时候呢，这个滤芯成本也是要考虑的一个方面啊。有的时候不光是你买机器要便宜，那后期更换滤芯也得要便宜。那有的品牌呢，可能买机器很便宜，但是换个滤芯会非常的贵。土豆新风机的滤芯呢就非常的便宜，就后期的更换和维护非常的省钱啊。中效滤芯团购价只需要90块钱，长效滤芯团购价只需要150。所以说它的这个后期使用成本还是非常低的。好，咱们继续拆，一共10颗螺丝。打开了之后呢，我们就看到里面是一体成型的 EPP 材质啊。这个 EPP 材料的优点有很多啊。首先一个呢，就是它隔音降噪，由于它内部完全被这个 EPP 材质包裹，所以呢，它运行的时候声音就不容易传到外面。然后呢，就是它的隔温，这个 EPP 材质非常的隔温啊。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材质它非常的轻啊。现在这个机器就只剩下这个 EPP 材质的这个一体的模型了，外加一点点的这个金属外框，所以特别的轻。这个 EPP 的材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它就是防火阻燃，这点呢在安全性上也得到了体现。那这一块呢，就是它内部的2块电路结构啊，但是我觉得这一块的空间可能稍稍的有点浪费，我觉得厂家可以再做的更紧凑一点。这2块电路板显然用不了这么大的空间嘛，对吧？就是我希望可以再做的紧凑一点啊，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看法。那这个呢，就是它的电机了，这个电机采用的是日本芝普的电机。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分道，这个分道的设计和工艺也都很不错啊。然后这一块是紧贴着咱们的这个 EPP 材质，那这个分机的这个位置呢，也是紧贴着咱们的 EPP 材质。这个电机的线材啊，也是用了这种防火阻燃管给它包裹上了。这个电辅热这块的线材呢，也是经过了处理的，也有防火阻燃的这个材质。那咱们拆机之后呢，可以看到这台机器的做工非常的好。那之后呢，我也是了解到这个厂家原来是有非常深厚的这个工业底蕴的。比方说他们给华为、英特尔、普惠、富士康这种公司提供这个空气过滤方案，因为像他们那种电子厂商是需要在这种无尘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那他们还给这个浦东机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中央警卫局等这些单位啊做这个空气净化的方案。还有泰山核电、大亚湾核电，包括咱们疫情的这个雷神山火神山医院，也是他们背后的这个厂商去提供的这个空气过滤的方案。那还有包括食品，焖牛、伊利、雀巢等等，就不细说了。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工业底蕴是非常深厚的。好了，把它安装完毕了，我们现在就去把它装到墙上。那咱们第2台新风机呢，就准备装在我的房间。那安装的位置呢，就准备装在那个窗帘的后面。咱们现在来拆这个小箱子。那么这个呢就是通风管，这个呢是固定螺丝，这个呢是一个防尘防水袋啊，就是咱们打孔的时候需要用到的一个防尘防水袋。这个是咱们的屏蔽膜啊，就是非常的贴心，替你想的非常的周到，所有要用到的小的细节上的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咱们安装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你安装的这个位置的这个墙后面一定要是能打孔的。比方说，对吧？咱们这个墙后面打个孔出来是外面啊，这就对了。好了，我已经把这张纸贴上去了啊。这个出风口的洞打在这里，然后4个角的螺丝就可以根据它定位的这个位置来进行打孔。好了，准备工作完毕，现在等待师傅上门开动。看一下这个墙，这是混凝土，这是保温层，它的一个横断面就是这样的。
好了，这个孔已经开好了啊，然后还顺便让师傅给打了4个安装的孔，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装这个分管，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一圈打上发泡剂、膨胀剂。哦，这边打多了，一会儿把它消掉去。咱们等这个气泡件干了之后，拿美工刀给它修一下。咱们把滤芯取掉，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刚好跟新风机的背面这个洞啊契合了。我们现在螺丝没有上紧啊，这还有个缝隙，咱们把螺丝上紧，然后这个机器就跟墙压死，压死了之后它就不会漏风，这个风只会通过这个管道，然后进到新风机里过滤完之后，从新风机里再排出来。我们现在把螺丝给它上紧。好了，现在已经跟墙贴死了，看一下里面，严丝合缝，密不透风。OK， 安装完毕，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待会儿窗帘拉上之后呢，它就会被藏在后面。电怎么接呢？看一下，这个地方其实是留了一个空调的电，那么它只有一个位置，然后我就买了这个拓展插座，把它一插，这个地方可以接空调，这个地方就可以接新风机。然后那里其实是留了空调的洞的啊，以后装空调也特别方便。那咱们这个空调的孔呢，肯定是要堵起来的啊，因为我不想让过滤好的风从这个地方跑掉啊。你们可能会有疑问，就是我的这个新风机是不是挂得有点高呀？而且它的出风口是在上面，它是从上面出风的，那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效果呢？其实不会啊，其实新风机它进风的走向，你是可以去操控它的。就比方说这个地方进风，那么我想让整个房间都有这个新鲜的空气呢，对吧？我就得设计一个它的风向。比方说我把门敞开，然后在客厅里面设立一个小的出风口，比方说窗户我开一条小小的缝儿，或者说我在那边再打一个洞，专门是属于排风，这边的风压进来，那它只有往那边去，对不对？当你这个房间是封闭的情况下，这个新风机进来的风，它是会自己去寻找一些出口。这个出口你可以去自行的设置啊。我装在这儿呢，考虑到的因素也比较多。第一个是这个地方挨着空调，那么空调以后就挂在这个位置，那这个新风机出来的风大概就在这一块，刚刚好是空调的进风口。那么空调吸进去之后再吹出来啊，相当于是一个自己组装的一个新风空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用法。那很多人担心，你拉上窗帘了之后可能会挡或者怎么样，其实这个不用太担心，这个实际效果咱们上一个视频的评测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之前那个新风机也是装在这个位置的，只不过是在另一个房间，测出来这个效果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所以说啊，装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好了，这就是拉上窗帘的样子。如果你动手能力比较强的话呢，可以像我这样啊，省下一个安装费是400多块钱，咱们自己只用付一个100块钱的开孔的钱啊。咱们看一下这个外面啊，外面的这个出风口，因为我这个外面是一个阳台，它不可能弄得太低，弄得太低的话，这块会有灰尘，所以这个地方尽量高一点。而且你弄得太低的话，你
在这过来过去也挡也碍事儿，所以就尽量把它弄高一点。所以说我的这个新风机挂在里面呢，就挂高一点，以后可以享受新鲜的空气了，太棒了。OK， 我们机器就装好了。装好之后呢，咱们在这个视频就不给大家展示这个实际使用的一些效果了啊，因为这个实际使用的效果咱们在上一个视频里面就给大家详细的展示过了。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更直观的展示一下新风机对室内的这个灰尘的这个改善到底有多少。为了能更直观的给大家展示新风机去除屋内灰尘的效果，那么我准备拍一组超长的延时来证明这一点啊。首先呢，我们在不开新风机的情况下，打开窗户，对着桌面连续拍摄1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1周的空气质量呢都不是特别的好啊，有些参数变成了黄色，甚至有些变成了红色。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桌面上的灰也慢慢的积累了起来。当1周时间结束了之后呢，我们发现桌面的灰真的非常多啊，用手随便一摸都是灰尘。那么我们又关闭了窗户，打开了新风机，连续拍摄了1周。咱们可以看到这1周呢，空气质量是非常的好，大部分时间各项空气质量参数都是绿色。除了我们新疆这边空气有点干燥以外啊，因为我们有开加湿器，那其他的参数都很好。当1周结束之后呢，咱们可以看到这个桌面啊，几乎没有什么灰尘，用手摸一下也摸不到什么灰尘啊，非常的干净。好了，大家看到了吧？新风机去除屋内的灰尘，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啊。